阿姨，那个燕窝是我特意给你买的。从今天开始啊，你每天喝上1盅，不出1年半载，您的皮肤一定会又白又嫩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是我特意给您挑选了一个钻石项链，我觉得特别符合您的气质，您收下吧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嘉诚知道的，妈妈平时也就戴一些很普通的首饰，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好意思收呢？哎呦，这有什么呀？我第一次拜见叔叔阿姨，我当然应该准备一些贵重的礼物了。啊，叔叔，那2瓶茅台还有龙井是我爸让我带来的，他呢也是逢年过节才喝一下，所以我就拿过来特意让您尝尝。你看小金啊，让你费心了，我们都没给你准备什么贵重的礼物啊。对呀，不用的，我是晚辈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以后啊，千万不要再准备这么贵重的礼物了。你能过来看我们，我和你阿姨已经很高兴了。你们能一起回家过年，就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啊。就是啊。来，新年快乐啊！心想事成，新年快乐，祝爸妈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吃菜。小金啊，那尝尝。好，谢谢阿姨。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都是家常菜，那多吃一点啊。爸，你说你要来啊？你阿姨昨天就开始准备菜谱了，今天忙活了一整天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。哦，我不挑食的。再说阿姨做的一定很好吃。你不挑食啊？咱们去过的哪家餐馆入过你的法眼了？你可别瞎说，谁说我挑食了？哎，嘉诚啊，小金是客人，你不要那么淘气。就是，听到没有？叔叔，嘉诚他总欺负我，以后您跟阿姨一定要站在我这边。好。来，吃菜。尝一点这个草头，是我们这边特有的菜。够了，阿姨，谢谢。合不合胃口啊？挺好的。要是不爱吃啊，就不用勉强，吃你爱吃的啊。没有，阿姨，可能是我今天坐了1天车，胃口不太好。你们吃，你们多吃一点。好。别提了，我就随便送点礼，他妈都不敢收，搞得好像是我不懂事一样。另外，他妈做菜口味可真重，油盐酱醋样样都不少放，这多不健康啊！我是吃口菜就喝口水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家竟然没有暖气，搞得好像回到了原始社会一样，我快冻死了。我这要不是为了叶嘉诚，我干嘛受这个罪啊？小金，不说了，嘉诚来了。小金啊，阿姨，家里没暖气，我怕你不习惯。那，给你拿个毛毯，要是冷的话，你就加一层。阿姨，我身体很好的，不怕冷。行，那你们再聊一会儿，好，我就进屋了。那早点休息。你冷吗？要不然明天咱们去住酒店吧，真的太冷了。怎么，不想在家里面住啊？不是，我第一次陪你回来，也想多陪陪叔叔阿姨。可是我自小家里就习惯了暖气，你们家这太冷了，我受不了。那我妈刚才问你冷不冷，你说不冷。不是阿姨说吗？要不这样吧，让我妈拿几件她的厚衣服给你穿。嘉诚，阿姨的衣服能适合我穿吗？小静，我这刚刚回来清零，这2天我想好好在家里面待待，陪陪爸妈。你要是真的不习惯，要不你先搬去旁边的酒店。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你就放心我一个人住酒店啊？不是嘉诚，我在你心里有没有位置？一点点的要求你都不能满足我。所以我就说嘛，你就在家里面好好待着吧。你要是真走了，让我爸妈知道了，一定会觉得我没把你照顾好的。那好吧，我答应你。那你也要答应我，我们提早1天回去。你就这么不想在家里面住？我不管，我就当你答应了啊。叶嘉诚，你要知道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，你可要记得我的好。嘉诚啊，妈，小金在我们家习惯不习惯？今天晚上我看他饭菜都没吃几口。
爸妈，你们别操心这些了。他呀，平时就这样，总是说自己在减肥。嘉诚啊，你和小金的事是怎么考虑的？打算今年结婚吗？所以，我才想听听你们两个的意见。你知道的，嘉诚，爸爸妈妈从来不干涉你的事情。可是，小晶有点让我们担心，她在家里是千金大小姐，这以后结婚在一起生活，你受得了受不了啊？事事都得迁就她。妈，你放心吧，小静她的确有一些小脾气，可是没有大毛病。那你们在家里打算住几天？我看她带了一箱子衣服，鞋子就有5双，能穿得过来吗？不是妈妈观念老，我们就是有点担心，她跟你不是一路人。你说将来结婚在一起，这生活习惯一致不一致，性格是不是合拍，都很重要。小金的爸爸是院长，对你的工作未来都会有帮助。但是婚姻大事，你还是得慎重，毕竟以后要生活一辈子的，彼此合适才是第一位的。工作很重要，婚姻家庭也很重要。好了，爸妈你们就放心吧。我跟小静在一起，也不是因为宋院长，我们两个磨合磨合就好了。好，那就好。那，这个是爸爸妈妈准备的，回头你送给小晶，也算是一份薄礼。记住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爸爸妈妈都是支持你的。关键时刻，想说话连个倾诉的人都没有。俏俏，师姐，新年好啊！那我先走了，有事儿你们慢慢聊，有空电话联系。再见。小姐，你听我解释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用得着跟我解释吗？你先别生气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怎样？好，你想解释，那解释吧，我听着。你别告诉我你是想用接吻来跟陈子松分手啊？是，我承认，我是和陈子松复合了。你们有分手过吗？我现在都严重怀疑，你打心眼里根本就没有想要跟他分手。我真的跟他提分手了，但是他不同意。你不知道我给他打了多少电话，发了多少短信。今天是大年30，他留下自己的家人跑来见我。我本来是不想见他的，可是他说见不到我就不走，所以你就心软了？你就认为他真的非常爱你，爱你爱到根本就不能失去你，是吗？小姐，我努力了，我真的努力想忘掉他，可是我发现我做不到。我爱他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这种行为，就是在飞蛾扑火，是在明知故犯。没错，我决定了，就算飞蛾扑火，我也愿意。但你知道在未来，陈子松他是怎么伤害你的吗？你知道他伤你有多深？不要再说你知道什么了。如果伤害，那就伤害吧，又如何呢？不能因为你知道结果就不要过程了吧？难道你让我强压自己的感情，自己骗自己说我不爱他吗？你觉得我对程子松是一种执念，那你对叶嘉诚又何尝不是一种执念啊？不能因为你在未来和叶嘉诚相爱，
你就认为叶嘉诚和宋小静不合适，就理所应当的认为叶嘉诚爱你是一种必然。你用结果去推导过程，那才是对感情的大错特错。赖俏的话，一下子把我击中了。也许他是对的，我太傻了。我跨越了时间，便惯性的认为，叶嘉诚是应该爱我的，是必须爱我的。我选择忽略，甚至不愿意承认他现在爱的是其他人。是我错了，我这是在自欺欺人。我越这样一厢情愿，嘉诚越不可能爱上我。不能因为你知道结果就不要过程了吧？你用结果去推导过程，那才是对感情的大错特错。赖乔说的对，每个人的人生和成长都需要过程，过程很珍贵，无论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。我没有权利去剥夺嘉诚的人生过程，让他一步迈到10年后成为我的爱人。嘉诚，上天对我是厚爱的，因为他给了我又一次去爱你的机会。我要参与你的过去，重新认识过去的你。不管此刻你是否爱我，我都会在你身边静静等待，等你爱上我的那天再次到来。会再次相遇，我会用尽力气，慢慢靠近，调整呼吸，像鱼儿游到水里去。我要时间都留给我。既然真的是嘉诚，没有眼花，也没有幻觉，老天又把嘉诚送到了我面前，这就叫天注定的缘分吧。师姐，师姐，你能不能先放开我？你挂着我的脖子好疼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两位，易总好。玩的很奔放吗？你们认识？看来你在易贸的熟人还真不少。你也来易贸工作了吗？哎，你不是设计院的吗？嘉诚是我邀请来为格兰城中央配套设施做设计的。易总，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这不是意味着，以后我可以和嘉诚一起工作了吗？玉佩，想我了吗 ，My dear fiancé？ 下来说话吗？你怎么就不问问我，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你不是一向都这样吗？我是因为想你才回来的。这个理由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干嘛？你就一点都不想我？切！说一个想字会死啊，又不是让你真的想。再说了，想我的人多了去了，我爸妈想我呀，易老爷想我呀。我看你舅舅也挺想我的，就你不想我。他想你才怪。我在伦敦的时候遇见他，他说你为了收拾他的烂摊子，简直是拼了命啊！还说什么带回来一个英国设计师回来帮你，救你于水火。你信吗？当然相信了，为什么不相信？
才怪！工作有那么有意思吗你啊？困在办公室这种地方多无聊。我一向都是个工作狂，陪你的时间肯定没有工作的时间多。我不需要你陪我，你忙你的，我有我自己的事儿。行，说点正经事儿。你这次回来的真实目的是什么？你终于对我的事儿感兴趣了啊？这回又是为了第几任男朋友？不愧是我未来的老公啊，果然了解我。玩归玩，别玩出事儿来，回头让你爸妈知道了，不好收场。有你这个 fiance 帮我保驾护航，我才不怕呢。不过易老爷听说我回来好像设了宴，还要请我爸妈。那肯定是为了催我们的婚事。这不早晚的事儿吗？有什么好着急的？我倒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着急。佩哥哥，你就让我再自由一段时间，你高兴就好。deal。好啦，反正呢，我这次来你也没有时间陪我，那你就把张凯借我用一下。哎，不行，我最近的不，我近几年的安排都是由他负责的。再说了，你上次折腾他折腾的还不够吗？我不管，那你就给我安排别人。师姐，哎，干什么呀？嘿，干什么呀？哎，什么事儿？神神秘秘的。哎，怎么了？来了个女人来找易佩啊，不，用“来”这个词不准确，是飞到易佩身上的一个女人。飞到易总身上？笑啥？我们赵大小姐回来了。谁？这个世界上能飞到易总身上的人，不会有第二个。赵文文。赵文文。哎呀，易总未婚妻。哎，不对啊，这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啊？这名字耳熟，应该很正常吧？他们两个虽然没有对外宣布，不过八卦消息已经传遍了，早2年他们就订婚了。不然你以为咱们公司怎么会进军地产行业？进军地产？难道是他？在未来，赖俏是易贸总经办的员工，他那时候跟我说过，易佩有个未婚妻叫赵文文。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个疯女人，赵文文，你还记得吗？易佩的未婚妻。对，之前易佩啊，把我给他当丫鬟用，把我累得半死，我还每天跟你抱怨来着，你还记得吗？怎么啦？他又为难你了吗？他没办法再为难我了，可惜。死了？死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听说是滑雪事故，摔死的。哎，想什么呢，师姐？上班时间当我面发呆是不是？我想起来了。你想起什么想起来了？易总让你去他办公室。哦，好。倒杯咖啡，无糖无奶。
进。易总。你坐。我跟你说几句话。你很希望和叶嘉诚一起工作。真的可以吗？请叶嘉诚来设计格兰城的中央配套，他是最适合不过的。而且我对格兰城的项目都非常了解了，我可以对接叶嘉诚的工作。为什么他最合适？因为他是我未来心目中的贝聿铭。你跟他很熟？熟到不能再熟了。他是我的师哥。你很喜欢他？这也能看出来吗？你觉得呢？好吧，格兰城这个项目你确实很熟悉，交给你对接，应该是最合适不过了。所以易总，您的意思是，我可以来对接叶嘉诚的工作，对吗？耶！谢谢易总，您简直就是我回来之后的蓝胖子。不过，你要同时做好另外一份工作。啊？你好，赵小姐。赵小姐。我进来了。你好，赵小姐。坐吧。你就是易佩新招的女特助啊？是的，是易总让我来陪你。你跟他工作多久了？我怎么之前没有见过你啊？我也是才来不久。如果易佩让你来陪我，顺道监视我的话，那你现在就可以滚回去了。你跟他说你完成不了这个任务。赵小姐，易总只是让我来陪你，他没有说让我监视你。你以为陪我很容易吗？那我应该怎么做呢？少了，多点儿，再多点儿。给我干什么呀？这是你给你自己倒的。怎么？你不是说要好好陪我吗？连一杯酒都不敢喝，你怎么陪我啊？哎，你这人怎么那么容易激呀？我让你喝你就喝啊？毛巾拿过来，把浴袍给我。哦。打开啊！哦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我叫石简，时间的时，简单的简。既然佩哥哥让你来陪我，那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就是你唯一的 boss， 你就只能听我的，明白吗？当然。以后我们去什么地方，见什么人，说什么话，只有你知我知，绝对不能有第三方知道，明白吗？但是有什么问题？
我的意思是，我们需要统一好口径。那当然，具体怎么说我会告诉你的。